萧炎站立在这荒芜的战场之上，破败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乌黑的长发随风飘扬，双目如炬，深邃且坚定，仿佛能洞悉世间一切虚妄。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炎神之道的玄妙威严，目光一扫，众生皆感颤抖。身着黑色战袍的他，宛如夜中的幽影，双手平展，掌心燃烧着淡红色的火焰，那是炎神之道的力量，万道之上的无上道法，显得极为的神圣。随着他的手势，火焰似有生命般舞动，炙热的道法如同凤凰展翅，不断的冲向那暗能量。黑色魔球此时发出了滋滋声，感觉快要承受不住炎神之道的冲击一般。在炎神之力面前，黑色魔球如同薄霜遇烈日，瞬间崩解，化作无尽的黑暗碎片。萧炎的眼神中不带一丝波动，但其中蕴含的炽热足以融化寒冰，那是仅次于大道主神的从容与力量。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时间仿若为这一瞬间凝固，所有众神期强者的目光都集中在萧炎身上，他们的心灵被深深震撼。这一刻，萧炎已经不再是天位神，而是领悟了自己所修之道的半道神。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才仅仅提前领悟了自己所修的道法，竟然能够提成如此强大的恐怖之力，一挥手便是能够掀起炎之一道的道法力量。不过这一切都要靠那一枚生死触道弹，如果不是他的话，恐怕萧炎想要提前触道，那是几乎不太可能。因为一般情况下，只有实力修为达到了9重天位神巅峰，才有机会去打开天位神界之门，去触及大咒中最高境界的主神门槛。不过这一道门槛可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能够跨越进去，不仅有足够的资源，也要有自身所修的大道机缘，不然没有大道的机缘，恐怕就算你去突破万年、百万年甚至千万年都无法突破这一道桎梏。所以一旦这一步跨越出去了，那么自身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大突破。主神那可是如今大咒中都是为数不多的存在，可一旦突破了主神的领域，那么便可以直接在万界神州创立一方超神巨擘势力，这就是主神的实力。当然目前萧炎也只是领悟了自己炎之一道的部分而已，想要完全的领悟，那么就需要领悟完整的大道，至此便可脱胎换体换心，由天位神体蜕变为道体，心蜕变为道心，这两者一成，那便是真正的大道主神，可以轻易的运用大咒中自己所修之道的完整道法力量。那样的力量可谓是所有9重天位神巅峰的一生追求。而现在的萧炎在生死触道丹之下也成功了，领悟了一丝炎之一道，不仅在生死的边缘能够让其伤势痊愈，而且无需领悟道义也能够让自身拥有短暂超越天位神的力量，以及还能够让其提前触及大咒道义的门槛。可是萧炎却是后者，不仅提前触及到了自身的大道门槛，还直接发挥出了炎之一道的道法力量，才得以以一人之力对战10位魔尊。如果最后获胜夺得大道机缘路，那么就会能够让自身的大道彻底的明悟，更加完整，届时才会彻底的突破天位桎梏，成为一位真正的主神，拥有着让天地变色的大道神力。那片战场在炎之道法的攻击之下瞬间化为灰烬，其中的黑色魔球所释放出来暗能量全部被里面的高温焚烧成虚无扑哧，反而那10位魔尊的身影无比狼狈的踉跄而退，每一位皆是吐出了一口鲜血，只不过那血液竟然是黑色的，令人看了有些诧异。不过现在的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对抗萧炎了，他们虽然不是萧炎的对手，可也不会沦落到去求饶。怎么办？我们一起联手都不敌对方的一道道法之力，再与之对抗下去，恐怕我们将会交代在这里了。不少魔尊皆是捂住自己的伤口，脸上浮现出一道狰狞的痛苦之色。虽然他们的道心没有被击伤，可是依旧感受到被炎之道法冲击的绝对痛楚。大地的脚依旧被那道金色符文的神法封印所压制，想要在短时间内破封，怕是不太可能了。现在我们又危在旦夕，既然如此，我们只能施展那一招了。其中一位魔尊声音沉声地说道。然而其余9位魔尊纷纷脸上一变道：那一招难道是？没错，寂魔道。这位魔尊说出这寂魔道3个字的时候，表情愈发的森然起来，因为这一招并不是普通的招式，可是将他们的魔之道法全部献祭给暗黑魔渊，就会获得一股超乎想象的诡异力量。这股诡异力量可以扫平一切阻碍，失去了造化神器以及大道金身的神法封印大阵，恐怕也难以抵得住他们寂魔道后的那股诡异力量。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不然大计划被我们搞砸，回去必定也好不到哪里去，还不如献祭自身魔道，帮助大地之角破风而出。为首的那位魔尊再次开口道，也随着这道声音的燃起，那9位魔尊的魔气开始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怖，因为只要献祭自己的魔道，那么他们也就会获得破开封印的诡异力量。这一招平常可不施展，那么一旦施展，那将会是比伪第一魔技更加的强大无比。10位魔尊声音中带着无比自信的语气，因为这寂魔道可不一般，大咒尽头的暗黑魔渊中将会给予他们一种诡异的力量，只不过这诡异的力量只是短暂的，同时也会让他们本身的魔道彻底的成为暗黑魔渊中的一部分，而那一部分的魔道将会诞生出拥有独立意识的邪灵，但为了大计划不受影响，这一点代价还不算什么。寂魔道， 10位魔尊
如同10座孤峰，屹立于荒芜的天地之上。他们双手高擎，仿佛要撕裂苍穹，双唇微起，低沉的魔语在寂静的空间中回荡，像是冥河之水，阴冷而深邃。随着他们话语的节律，一团团黑气自他们体内溢出，如同夜幕下的幽魂，缥缈而诡异。这些黑气在空中凝聚，逐渐化作一张张扭曲的魔脸，他们或怒或怨，或哀或狂，每一副面孔都蕴藏着深不可测的诡异魔力旋即。这些魔脸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漩涡，四周的魔云不断的汇聚魔云，如海浪般翻滚。魔鸣声隐隐传来，似是对这股诡异力量的颂扬。随后在10位魔尊的上空，那强大的力量漩涡之中出现了一道极其诡异的魔渊，魔渊宛如黑暗世界的入口，缓缓浮现于虚空之上。而在这魔渊的入口中，竟是还有着一道祭坛，其上刻满了诡异的符文，每一个符文都仿佛蕴含着古老而邪恶的诡异。祭坛中央虚浮着一尊模糊的暗黑影子，它扭曲着，似乎在挣扎，又似在享受，散发出一种让天地神奇都感到心悸的恐怖力量。10位魔尊此时身影也出现在了祭坛的周边，环绕祭坛而立，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波动，只有深不见底的邪念在眼中流转。随着他们的咒语越来越急促，空中的魔云愈加浓郁，仿佛即将凝结成实质。那股力量的波动强烈到令四周的空间都开始扭曲，此刻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消失了，只剩下这10位魔尊与魔渊祭坛之间的呼应，以及那股让所有万物神灵都感到恐惧的诡异力量。在这股诡异力量面前，即便是天地间的神奇也不得不俯首称臣。这股诡异力量仿佛就是对大纣神灵的毁灭。10位魔尊的狞笑中带着狂妄，只要记了自己的魔道，那么他们的道就会成为暗黑魔渊中的一部分，最后诞生出有独立意识的邪灵。而那些暗黑魔渊中的邪灵，可以说全部都是堪比半道神的魔之道法所化。暗黑邪灵乃是堪比大纣大道的魔之道法所化，威力恐怖至极，强如之前的9道神火。排名第2的诛心都被暗黑邪灵侵蚀，就是因为暗黑邪灵乃是堪比大道的魔之道法。当然，在他们现了自己的魔道之后，这些魔尊也会随着献祭而消失在万界圣子之地，等待他们的乃是在暗黑魔渊中的重生。只不过先前他们献祭的魔道会诞生出邪灵，而他们自己也会重新获得新的魔之道法，只不过这期间他们也将会在暗黑魔渊中受尽无数邪灵的冲击，只有生存下来之后才能够彻底的重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轻易施展出这一招祭魔道。当然，这也是灭神府中只有魔尊级别之上人物才拥有的特殊秘法。然后10位魔尊在那狂妄的笑声中被魔渊祭坛那股诡异力量献祭分解，他们的身影在魔渊祭坛的黑光中变得扭曲，像是被无形的力量撕扯，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至此，魔渊祭坛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祭坛上古老的符文开始扭曲变形，极其诡异的力量在此刻苏醒，要将这天地颠覆。四周的空气因为诡异能量的爆发而变得虚无，一股可吞噬所有物质的气息急剧散发，就连时间仿佛都在这一刻都被其吞噬，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那肆虐的诡异能量在空间中肆意咆哮。这股诡异能量的诞生，竟是让那原本稳固的神法封印大阵的最后一道防御屏障像是被无形的巨手撕裂，一道裂缝竟是在其中出现，并且开始迅速扩大。神法封印大阵上的金色符文闪烁起来，而且每一次的闪烁竟是让它褪去了神圣金光，取而代之的乃是苍白的光芒，仿佛就是无力抵抗住这股诡异毁灭性的力量。众人面露惊恐，他们眼中的世界正在崩塌，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那股是什么力量，竟然在一瞬间就打破了那里的封印大阵？他们个个惊呼出声，不管是谁都带着惊惧的表情。此时此刻，就连圣花殿殿主都感到无力，在这股诡异的力量面前，他就算恢复实力也不及这股力量的1%。圣花殿殿主也终于知道了，这一次对方乃是有备而来，就连这样的力量都能够释放出来，这股力量已经堪比他们大纣大道主神的层次。一道拥有大道主神的诡异力量，他也只能妥协半道神巅峰又如何？在堪比大道主神的诡异力量面前，就是不堪一击。这就是半道神与大道主神之间的真正差距。这下不好了，如果这股力量彻底的对着神法封印大阵冲击而去，恐怕那里面的大地之角就能够彻底的降临世间了。神元宫的武瑶、苏佑威等人面色无比的凝重，现在恐怕他们施展全力催动气运之力，恐怕也无法阻止了。看来这一切还是没能阻止下来。灵动与沐尘2人自然已经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一股真正的危机悄然的从那神法封印大阵中弥漫出来。萧兄，可以吗？在这样的一股诡异力量面前，灵动、沐尘都有些为萧炎担忧起来。虽然现在的萧炎领悟了自己的一丝道义，可是这股力量已经很明显的达到了堪比大道主神的层次，恐怕萧炎也感到棘手了。另一边，萧炎的眼神却是异常冷静，他望着那魔渊祭坛中的那道影，他的拳头紧握，身体周围散发出炽热的气息，也是准备释放出自己的炎之道法，与这股诡异的力量抗衡，阻挡他破了那道神法封印大阵的屏障。炎之道法一出，天地间温度瞬间升高，并且每一处都蕴含着玄妙的焚烧毁灭感。即便对方的诡异力量很强很恐怖，
他也并没有退缩半步，反而让他身上的道法气势越发强烈，即将有惊天动地的事情一触即发。炎之道法，给我破！萧炎直接运转自身的玄妙道法，淡红色的火光瞬间从天地各处闪烁而来，浑身被火焰包裹，犹如一尊火神降临人间。他口中低喝，声如雷鸣，手中的道法随之运转，一股股炙热的火焰从他的身体中涌出，汇聚成一颗巨大的火球。火球散发着淡淡的红色光芒，如同一颗刚刚诞生的太阳，令人不敢直视。火球散发出的道法直接将空间都给焚烧蒸发成虚无。